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生要强的中国人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位于新疆的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了。这是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全长22.13公里。这条隧道将穿越天山的时间从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至20分钟。这条隧道的施工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建设难度非常之大。新疆天山地形地势复杂，修建这条隧道需要面对高地下水压力、高地震烈度、高地阴裂，同时温度低、气压低、含氧量低。隧道从2头对向开通，3条通道同时施工，经过52个月的艰苦建设，这条隧道终于贯通了。朋友们，这最长的隧道不来跑一趟吗？这里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县城？这个99%的人都没听过的边境小城，一个功绩达名，能叫醒4个国家的人，它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3个国家接壤，那就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上的新疆塔县。塔县全称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里生活着中国唯一原住白色人种的少数民族塔吉克族，他们的鼻梁比我们的还要高，蓝色的大眼睛，欧洲的面孔，满大街到处都是俊男美女。全国仅有5万人口，大部分都生活在塔县。近几年来，塔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全世界超过8000米的雪峰一共有14个，其中塔县就占了4座，还包括世界第2高峰，海拔8611米的巧克力峰。巧克力峰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难攀登的高峰。这里还有蜿蜒壮美的盘龙古道，30多公里路程，拥有608个 S 弯。近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这里还有拜火教遗址，据说倚天屠龙记6大门派围剿的光明顶就在这里，怪不得当年他们打得那么凶，肯定是来的路上又难走又高反，越走越生气。还有油画一样的高原湿地、金草滩、蓝宝石一样的4号冰船，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中巴友谊公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红旗拉普口岸。这里的美食也到处都是，奶皮子、酥油、酸奶全都是又便宜又好吃。来新疆玩，走南疆路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呀，西莫亚代斯，来新疆玩避开4个不对，尤其是最后一个，你将会玩得特别开心。第一个，时间不对，很多人去江布拉克看万亩麦田，麦子是黄了，但只是山下的黄了。景区在山里，比较冷，海拔又高，成熟的也比较晚，还是一片绿。你说这个骗人的，跟乌木齐的南山一个景，这就是时间点了。8月初或者中旬去，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麦田，小风一吹，麦浪，你看美不美？第二个，季节不对。如果4、5月份去胡杨林，除了枯木还是枯木，你说这个有啥可看的？破木头吗？那这个时候季节不对啦。但凡你是9月、10月去胡杨林，满地金黄色的落叶，天是蓝的，地是黄的，水是清的，所以选景点也要选对季节。第三个，天气不对。之前有个人说巴音布洛克去了就是踩坑的景点，从视频里看到雾蒙蒙的，能见度特别低，也看不到什么太阳。如果是阴雨天，能不坑人吗？所以出来玩一定要提前看天气，晴天加上日落，夕阳配上9曲18弯，它不美吗？第4个，人不对。最近出现了什么最低消费、充电要钱、自己倒茶，我只能说每个地方都能碰到这样的人，但它不能代表一座城市。记住，不要让这些人影响我们美好的心情，遇到了就远离他们。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出来玩真的要做攻略，你前面攻略做好了，你就会玩得很开心哟。嗨呀，是吗？最近很多粉丝在评论区夸我普通话还不错，你们知道吗？作为一个新疆主播，用汉语给大家分享有多难。在这个季节4、5月6分来新疆，4、5月6，首先在这个季节4、5月6，首先4月份的天气，4月份的天气气温5到15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横空港等5家国家一类等5个国。Oh my God！ 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全年赏花地图来了，评论区告诉我有几个你没见过。
3月，野百合也有春天。冰雪世界中，伊犁河谷的顶冰花，也就是野百合，相继开放，它们破冰而出，将大地装点得无比唯美。4月中下旬，伊犁兔儿根原始野杏林图画般的存在，杏花陆续含苞待放，它们是新疆春天的号角。4月中下旬到5月初，空中草原那拉提金盏花成片怒放，不光美丽，还可以入药。同时间段，在南疆库尔勒的梨花满光盈彩，晶莹璀璨。5月中旬，和天的玫瑰花香飘塔克马干沙漠，花香浓郁，爱意满满。5月中旬到6月中旬，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利木湖，五颜六色的野花，注意，野花也很美，它们在不同的湖端、不同的时间，大片大片的盛开。同时间段，草原之王卡拉峻以紫色、黄色为主的野花也在满山坡的怒放。6月到7月，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伊犁、霍城薰衣草散发着浪漫迷人的芳香，你能拒绝普罗旺斯的浪漫吗？7月中旬，全国盛开最晚、花期最长的昭苏野彩花，把大地染成了金色，让你不辜负这个夏天。7月初到8月，丝绸之宝天山雪莲6到8年开一次花。它是生长在海拔5000米雪山之中的高山精灵。9月初到10月中旬，塔里木盆地的新疆长绒棉花花开的满地如满花飘雪，让人陶醉。如果错过了以上各地短暂的花期，没关系，从3月底到7、8月，人间净土喀纳斯满山遍野的牛兰花、野牡丹，几万亩的向日葵，花期不断，五彩缤纷，简直是一场人间惊鸿宴。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呀，西莫。你知道新疆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吗？如果你有机会来新疆，按我说的走，肯定不会后悔。现在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奇妙之旅，来看中国风景天花板新疆的盛世美颜。这条9日北疆大环线结合北疆美景以及游客的综合人气口碑绘制成的，全长30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出发，登上杜库公路，跨越天山山脉，漫步伊犁河谷之后，北上抵达阿尔泰山脉，最终穿过整个准噶尔盆地，全程经典 IP 深度体验，绝对的大气恢宏，美景不断。第一天从乌鲁木齐启程，在独山大峡谷登上著名的杜库公路，之后从乔尔玛进入百里花廊坦布拉草原。第二天从那拉提镇前往中国第2大草原巴音普鲁克。广阔的草原湿地，您既可以看到优雅迷人的天鹅湖，更可以看到凯都河9区18湾的壮美日落。第3天来到网红草原那拉提，感受一下那拉提的养蜂女所在的草原风光是何等的优美。第4天走入霍城薰衣草庄园的紫色花海，体验普罗旺斯的法式浪漫。之后跨过果子沟大桥，来到新疆天山的明主赛利木湖，来一趟360度的环湖游玩。第5天换个口味，前去丰城乌尔河，观看中国最美的雅丹魔鬼城，体验大美新疆的粗犷之美。当天抵达布尔津，观看五彩滩的最美日落。第6天进入到新疆的神景风景区喀纳斯，深度游玩，穿过喀纳斯河谷，登临观雨台，俯瞰神秘的喀纳斯湖。第7天从喀纳斯区童话村和睦，第8天在和睦村那梦幻的城西中苏醒，最后一次品味到北疆的绝世风景，然后踏上返程。第9天从北屯踏上阿兀高速，这是新疆首条沙漠高速，横穿整个准噶尔盆地，抵达乌鲁木齐，结束我们的北疆之游。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小谷，我看这2天新疆到处都在发大风预警，新疆风为什么这么大？那我给你讲一讲新疆风为什么这么大，还有新疆都哪里风大。新疆大部分地区处于高海拔、缺氧、干燥的气候环境下，这种环境下常常导致大气不稳定，风速加大，形成了常年的大风天气。此外，新疆地处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山地和平原之间的温差巨大，形成了不同的气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气压变化，风速就会剧烈的增大，也就形成了强风频发的特点。新疆一般是春秋2个季节风最大，部分地区可以达13到14季以上。新疆有8个城市被称为风城，包括吐鲁番、霍城、伊宁、塔城、库尔勒、阿拉尔、喀什等。吐鲁番知道吧？西游记火焰山就是在这里取景，在这里你随着风能不自觉地跑起来。霍城也是常年大风，著名的魔鬼城就在霍城，狂风呼啸如鬼哭狼嚎。另外，阿拉尔地区大风伴随沙尘，被誉为中国沙尘暴之都。
大风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但也造就了新疆很多独特的风景。著名的雅丹地貌就是由于大风所致。另外，新疆也是中国风能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占全国风能源的1/3，为中国的清洁能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新疆感受一下随风摆动的感觉呢？好啊。嗨呀，西马达西。没来过喀什就没来过新疆，喀什古城2天应该怎么玩？保姆级别的路线来了。第一天上午10点来看古城入城仪式，看完以后上观光车开始游玩，先去土陶巴扎，再去铁骑巴扎的铁业公社，再去巴依老爷的家，这里照片非常出片，再去母骑巴扎、维吾尔医药巴扎、花帽巴扎，午餐在汉巴扎美食一条街品尝当地的特色手抓饭，中午回去休息，下午4点来古城记忆馆了解古城改造前后的对比，再去古董一条街油画一条街，再去改兹尼七乡打卡艾特莱斯馆，再看18点半的西域公主雪狼演出，看完再去塔河钦美牌一条街打卡彩虹乡、布袋乡、伊米爱情乡，这些都是网红拍照基地，再去巴格吉乡民宿街打卡古城老酒馆品尝当地的美酒，再去最热闹的茶馆吃着当地的特色钢丝肉，喝着营养茶，欣赏民间乐队的演出，晚上去九龙泉酒吧一条街吃着烧烤，烤鸽子一定要吃，喝着啤酒，欣赏古城的夜景。第二天10点来消费园欣赏景区迎宾仪式，再去消费园古居参加维吾尔族民俗婚礼，再去拍照院内的爱情书、浮吊墙、宝月楼、净尺、老巴扎、费义体验区、表白墙、美牌基地，下午去参加喀什博物馆，拍和台克利乡的100年喀什馆，再去参加馕产业园，去稻香村欣赏乡下的美景，晚上回古城看巴扎夜景，品尝当地的美食，吃完去西片区欣赏古城夜景。就这样2天的攻略也结束了，欢迎大家来喀什，爱上喀什。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呀，西莫！新疆汇聚了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质地貌。想要了解新疆呢，一定要从山开始，因为山地约占新疆总面积的1/2。新疆地形可以用5个字来形容：3山加2个盆地。3大山系分别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它们从北到南切割划分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大盆地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盆地的不断挤压碰撞促生出了山系，这些山系是在漫长地质时期多个板块多次漂移、分离、平贴，并经过多次海拔变迁才形成的。阿尔泰山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东北侧，民间谚语阿尔泰山72道沟，沟沟有黄金，因此呢，还被人称之为金山。最高峰友谊峰，海拔4374，天山山脉是亚洲最大的山系之一，占新疆总面积的1/3。最高峰是土木尔峰，海拔7443米。昆仑山则写满了数千年的神话，它西起帕米尔高原，最高峰是位于新疆克州乌恰县的贡噶尔峰，海拔大约7649米。这些山川是河流与绿洲的开始，也是新疆1万生机的生命之源。它们守护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疆。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要喜欢的。它被称为最恐怖的景区，一度被认为死亡禁区，那就是新疆魔鬼城。独特的雅丹地貌。关于魔鬼城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天神为了惩罚人间的尔虞我诈和战争，将原本繁华的城堡和所有的人都压在废墟之下。每当深夜降临，废墟下的亡魂就会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叫声，希望天神能听到他们的忏悔，请求得到天神的饶恕，所以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魔鬼城。其实这里就是雅丹地貌，是新疆洛布泊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貌形态，是典型的风式地貌。1亿多年前，洛布泊地区曾是一个湖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大风和洪水将沙粒带入湖水中，
逐步沉淀形成了夹着砾岩和泥板岩的岩层。大约7000万年前，准噶尔周边地区逐渐抬升，形成了陆地高台。在极干燥的环境下，这些陆地高台受到大风的侵蚀，岩层的坚硬程度不一，地表裂痕逐渐被加宽加深，演变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魔鬼城。而肆虐的风在沟壑中穿梭，发出的声音就像魔鬼的哀吼。面对浩瀚无垠的戈壁，您想不想来探寻一下关于这里的秘密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哎呦，是吗？新疆人为什么都会跳舞？我们过节在跳舞，生日会跳舞，结婚会跳舞，来朋友了还会跳舞，甚至平时吃饭了都在跳舞。白天我们要跳舞，晚上呢我们在跳舞，还给自己开了一个专门跳民族舞的围吧，而且我们会非常认真的打扮，一直跳到凌晨。来新疆想看美女，知道去哪儿了吧？这种气氛你不想学跳舞也很难。震撼的是，这种文化已经传输到外地去了。海南三亚你去过吧？那边处处可见有人在跳新疆舞，而且跳新疆舞的大多数不是少数民族，并且跳得比我们还要好。我们的舞蹈真的是成功的列入了广场舞的一部分。除了基因上的遗传，我们具有良好的氛围。所有的新疆小孩在小时候都会被家长培养起来，吃好饭了，家长无聊了，都会让小孩即兴的跳舞，而且他们真的是在认真的教他们怎么跳舞。新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多民族的居住的特点，从古到今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跳舞成了不同民族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强身健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呀，西马达西，喀什会成为下一个深圳吗？从1979年开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到现在，中国目前有7个经济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厦门、海南、喀什、霍尔果斯经济特区。这7个经济特区当中，广东占了3个，厦门1个，海南1个。这5个经济特区都是沿海地区，目前的发展我们都能看得到。而最近成立的2个经济特区，居然在离海最远的新疆喀什经济特区和霍尔果斯经济特区。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为什么喀什会成为经济特区。从五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就可以了解到喀什拥有5个口岸，毗邻8个国家。一路呢，指的是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喀什境内有红旗拉普、库尔格特、伊尔克斯坦、喀拉苏、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一类口岸。这5个口岸把中国与中亚、南亚10几亿人口连接在一起，可达中亚、南亚、东欧与第3国家通商。8个国呢，指的是喀什接壤和毗邻的8个国家。喀什有888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5个国家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尔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也非常接近。这8个国家形成了弧形的经济圈，而喀什正处于这个圆弧的正中心。东游深圳，西游喀什，就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出来的。自从广东、深圳、上海、山东等4个省份援建以来，喀什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但这里相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晚了30年，因此喀什经济特区现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但再过30年，喀什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深圳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1, 2, 3, 4.嗨呀，西马达西，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来新疆旅游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首先，这个季节4、5、6月来新疆可以帮你省掉70%的钱，省80%的排队时间，规避80%可能遇到的坑。第二点，天气情况，4月份的天气气温5到17度，大多数晴天。这个时候新疆还是稍微一点冷，你需要穿毛衣、卫衣、厚一点的鞋，最好要带上防汗服，你厚一点的牛仔裤。5月份气温在13
23到24度。这时候你可以穿衬衫、薄长裙、T 恤、风衣、薄卫衣、薄外套。6月份气温在19度到29度，也是大多都是晴天，这时候你就可以穿夏天的衣服了。但是6月份的新疆每天10点才会天黑，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来新疆需要带些什么呢？第一个要带好证件，身份证、学生证、京官证或者是医护证，有一些是有优惠的。新疆的每个景点距离都是很远，在车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你会需要一个充电宝。护肤品要带水乳，因为新疆比较干燥，你需要补水，还有高倍的防晒霜、润唇膏，其他都是常规的洗漱用品。除了这些，还需要带好保温杯、折叠伞、部分的零钱。在新疆的住宿，非节假日的时候，乌鲁木齐市区的住宿不是很贵。如果在5一这种旅游旺季来的话，一定要提前预定。一般选住红山区大巴扎附近，属于市中心，步行、交通什么的比较便利。二道桥、大巴扎类似于步行街，光吃光喝，方便也热闹。最后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新疆旅游之前必须要做好攻略，提前规划跟团还是包车自驾出行。新疆景点切记要轻装上阵，准备个双肩背包，行李都放在酒店里。新疆的承重计量单位是公斤，别上当哟。新疆的紫外线真的很强大，一定要备好50倍以上的防晒。新疆很多景点在境外，需要办理通行证，提前了解一下需要准备的资料。景区里的东西很少，并且贵，不要带膨化食品。新疆以牛羊肉为主，适当准备一下消食片和肠胃药。希望我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呀，西瓦达西。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特别有用又特别没有用的视频。今天教大家几个非常常用的维吾尔语。如果你以后想来新疆，肯定是特别有用。但是我教你，你基本上也学不会，所以也没啥大用。那现在点赞关注，我们正式开始。先来最简单的。如果你来新疆，那肯定是3步遇到迪丽热巴，5步遇到古力娜扎。你可以上前打招呼，说 Yaxşımo adaş。这2个词儿是不是很熟？ Yaxşımo 是你好的意思， adaş 是朋友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读 Yaxşımo adaş Yaxşımo adaş。打完招呼总不能直接要微信吧，你得问问路啥的吧。如果他帮了你，你要说 Rahmat 谢谢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说 Rahmat Rahmat。谢完之后，你是不是要夸他一下？对他说 Siz pek chiroyli 是你很美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读 Siz pek chiroyli 你很美。这个时候他肯定特别高兴，你就可以更进一步了，对他说 Man sizni yaxshi ko'raman 是我喜欢你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读 Man sizni yaxshi ko'raman我喜欢你。如果你被拒绝了，记得要做一个绅士哦，说一句 Haba bolmam 对不起。来，跟我一起读 Haba bolmam。最后说一句 Hoş 再见的意思 Hoş。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呀，西莫，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一条运输丝绸的路？当然不是。今天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起源于中国，始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4年左右。在这期间，中亚地区跟西亚地区已经有广泛的交流和贸易，但是没有形成一条陆上贸易路线。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推动对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的控制和发展，命令张骞出师西域，进一步开展此地区的贸易和通讯。这标志着东汉政府正式与西域建立了联系，并踏出了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一步。随着汉朝影响力向西移动，中国的文化、技术、商品也逐渐到达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丝绸之路从西安到伊斯坦布尔，总长约6500公里。古代的商队平均需要花240天走完全程，到至今为止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人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输出了丝绸、陶器、茶叶、药材等商品，还向东欧地区输出了高粱、火药等中国发明创造。而输到的商品也包括各种珍品、奢侈品、动物和成套的器具等。在商品交流的同时，丝绸之路上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宗教信仰的交流。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疆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之一，是东西方文化、思想、技术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区。在现代，新疆继续扮演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与中亚、
中东、欧洲各国开展贸易合作的重要门户和交通纽带。同时，新疆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之一。“一带一路”对世界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光是促进了世界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随着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崛起，中国必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公平、包容、有效。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嗨，要西莫阿达西，新疆的中国第一，你都知道吗？首先，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达166.4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另外，新疆有中国第一大沙漠泰克勒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量90%，全国第一。新疆番茄的产量占全国90%以上，全球每4袋番茄酱当中有1袋是来自新疆。新疆辣椒的产量占全国的1/5，很多国际大牌的口红里面都是有我们的新疆辣椒。世界薰衣草3大种植区就在新疆的伊犁，种植量和产有量均为全国第一。新疆葡萄的产量占全国28%，全国第一。新疆巴旦木的产量占全国95%以上，全国第一。新疆开心果的产量占全国95%以上，全国第一。新疆煤炭的储量占全国40%，全国石油储量1/3在新疆。新疆天然气的产量占全国的1/4。新疆风力发电组数全国第一。你知道吗？你家用的电和天然气也可能是新疆的。11年以来，新疆累计向外输电量可以让全国14亿居民使用156天。同时，新疆还有我们把早装满口袋。嗨，太多了，剩下的大家在评论区说吧。嗨呀，希望在新疆这个拥有广阔草原、高山峡谷、美丽富饶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舞蹈呢？那今天就教大家跳新疆舞。大家都知道新疆人是能歌善舞的，我们吃饭聚会的时候不吹牛不喝酒就跳舞。其实新疆舞是特别简单的，有几个核心动作，只要你掌握了，一学就会。女生的几个核心动作，第一个翻手腕，1、2、3、4，注意手心是往外翻的。第二个动作是摆手臂，1、2、3、4，注意一直看着手。第三个动作是扭脖子，1、2、3、4，注意身体不动，脖子动就行。男生的第一个动作是敬礼，1、2、3、4、5、6、7、8。第二个动作是摸头，1、2、3、4、5、6。你学会了吗？特别简单是吧？如果你还没学会，我有一个大哥，他教的特别好。男人有的时候你以前讲过没有？这数就在这，对，什么意思懂不懂？出去，我有钱，我有房子，我还有葡萄园，还有拖拉机，然后看见女人这个眉毛动一动，嫁给我吧。女孩子要怎么办？我爸爸不同意，我妈妈也不同意，那我也不同意。这个动作讲懂了？什么意思？考虑。胡姬舞得再快一些，胡姬舞得再快一些。这李白口中的胡姬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指胡人酒店中的卖酒女孩，就是餐厅销售代表。这李白口中的舞便是胡旋舞，有节目表演，酒的销量自然就上来了。李白的意思便是让会才艺表演的销售代表再来一段。放心，电影能演出来就肯定不是什么贬义词。这胡人在唐朝泛指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群体，是一个统称。胡旋舞在唐代可谓是非常风靡，当年
年的春晚，那必定是胡旋舞开场，胡旋舞压轴。咱这个视频点赞过10万。胡旋舞，我给大家来一段。胡旋舞源于西域，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灯塔，故名胡旋舞。唐开元年间，西域胡旋舞流入大唐，瞬间在唐朝宫廷流行开来，并呈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之后，胡旋舞在唐朝50余年盛行不衰。白居易在《新乐府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旋鼓一声双袖举，回旋飘摇转蓬舞。谁要再说这是刀削面舞，我给谁急。和田玉到底怎么造假？今天我给你讲讲。首先，和田玉这个定义其实就容易让人混淆。和田原本是新疆的地名，我前几天拍的鱼龙喀什河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方，因为这里产的白玉从硬度、油性、润度都是相对最好的，因此闻名于世。但现在鉴定证书上写的和田玉是根据成分来确定的，只要透闪石和阳期石成分达到标准，就可以叫和田玉，和产区没有关系了。所以不是新疆产的玉，甚至国外产的都可以叫和田玉。不同的产区，品质自然也参差不齐了，但最好的还是新疆和田的。和田玉主要分为山料、山流水、籽料、隔壁料4类。山料顾名思义就是山上的料子，表面比较粗糙，棱角分明，比较原始。籽料是山料随着山洪滚落到河流之中，经过亿万年的冲刷、杂质剥落，保留最精华的部分，形成圆润的玉石。而且由于矿物质的累积，形成各式各样的皮壳。山流水是指接遇山料和籽料之间的玉石滚落下来的时间还不够，没有完全形成籽料的玉石。隔壁料是在隔壁滩发现的玉石，表面一般会分化，这里面籽料最为难得，也是最贵的。因此和田玉最常见的造假之一就是做假籽料，用一些其他区域的料子，通过搅拌机人工模仿大自然河水冲刷，模仿籽料的形状，再人工上色，模仿籽料皮色，高价销售。第二种作假就是产区的混淆，就是俄罗斯、韩国或者其他区域的料子假冒是新疆产的，高价销售，这种很常见。因为消费者一般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来，这种都算是有一点良心的骗子。第三种是成分造假，拿非和田玉冒充和田玉，成分都不对。这种玉一般成本极低，但是卖几百上千，如果不专业的鉴定，一般人是看不出来，这是最恶劣的。你还知道其他的造假方式吗？可以分享到评论区里面。如果只有3到4天的时间旅行，来新疆应该去哪里？首先推荐的就是喀什，关注我，这个视频早晚用得上。那为什么选择喀什？喀什充满了异域风情，能让您看得到1000年前西域的样子。喀什古城到底怎么玩呢？喀什古城被一条路分为东西城2部分，东城有古城城门开城仪式、春晚分会场、铁匠巴扎、木器巴扎、花帽巴扎、八一老爷的家、吃美食的汉巴扎等等，适合一早来到东城看开门仪式，然后沿着主路开始逛。这里有很多拍照打卡地，西城里面有西域公主雪狼演出，每天下午7点，彩虹巷、布袋巷、百年老茶馆、埃迪嘎尔清真寺等等，也是到处拍照都很出片。古城玩2天后，可以去喀什的香妃园，这建筑是香妃墓，是新疆最大的穹顶式建筑，维吾尔族建筑风格。香妃园里面有6场表演，从入园开始就有欢迎演出，还有沉浸式维吾尔族婚礼演出、容妃册封礼演出等等，都非常有特色。快准备一下来新疆的计划吧。有人说诗仙李白其实是外国人，他出生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外。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李白出生于古代的碎叶城，确实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但是在唐朝，碎叶城属于西域，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重镇，是安七4镇之一。现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人民公园还有李白的雕像。关于李白的身世，我们看看李白自己是怎么写的。本家陇西人，先魏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金不侯，当年颇惆怅。这是谁呀？祖籍甘肃陇西，汉将，攻略盖天却未能封侯。废将军李广，戎马一生，抗击匈奴，最终自刎于漠北之战。据说西凉开国国君李浩就是李广之后，
而李白是李浩90孙，大唐开国国君李渊也是李浩之后。这要是真的，李白的身世就显赫了。还有一种说法，李白是李建成之后，因此他的身份一直不敢详细透露。李建成是李世民的亲哥哥，玄武门之变后，李白祖上便逃亡西域避难。关于李白的身世，现在还存有争议，但李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肯定是没错的。直至申龙元年，公元705年，李白4岁，随父亲回到中原，来到四川，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应该大多数人吃核桃都把这个东西给扔了，但其实这可是一个宝贝，这叫分心木，可以用来泡茶喝。这个分心木市面上还有专门卖的。现在新疆阿苏的185纸皮核桃上市了，这185到底是什么意思？纸皮核桃又是怎么定义的呢？关注我给你讲一讲。所谓的纸皮核桃，就是形容核桃皮像纸一样薄。其实真正的辨别标准就是不使用工具，徒手能不能捏开。哎，这是谁的狮子头？这个才对。大部分能徒手捏开的就是纸皮核桃，如果都需要工具才能打开，那就不算纸皮了。这185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它就是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个大壳薄含有量高的纸皮核桃，在当初育种时候的标号是185，因此被称为185纸皮核桃。很多农作物的种子都是类似这样命名的，您都知道哪些呢？看，这个就是核桃成熟的样子啦。新疆的纸皮核桃是核桃中的天花板，主要是因为新疆独特的自然条件，其他地方是没办法媲美的。核桃的营养非常丰富，大家快来吃吧。20年以来，最强的极光降临地球。什么是极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首先，看新疆地区的极光现场，漂亮吧？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其实是经常能看见极光的，但此次极光的强度，据说北京地区的朋友也能看得到。请北京的朋友出来证实一下，你们看到了吗？极光是围绕着地球磁极出现的，在南北极会比较常见，我国很少能见到。但是5月这一波太阳风暴太强烈了，我们正在经历20多年以来最强的地磁暴。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地磁暴红色预警，地磁暴越强，极光越强，越绚丽，氛围越大。如果太阳风暴持续增强，上海也是有可能看到的，但广东地区的朋友在家时看不到了，只能选择关注我啦。话说回来，这地磁暴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卫星会受损，可能导致通讯会受到影响。另外，鸽子也会迷路，鸽子就是通过地磁场进行导航的。最近给我飞鸽传书的朋友就先停一停吧。还有一些人说，每次地磁暴一来就总睡不着，喜欢熬夜。大家说这有没有什么依据啊？刀郎老师的演唱会，台上唱哭了自己，却感动了所有人的一首歌，是喀什噶尔的《胡杨》。这首歌是万人在合唱，也有万人在合哭。为什么这首歌有这么大的威力？喀什噶尔的《胡杨》是刀郎先生发行的第2张同名专辑里的主题曲，发行于2004年12月。这首歌刀郎写了3年。有一次他去南疆采风，走到沙漠深处，那种空旷和安静给刀郎带来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再往前走，一片沙漠胡杨出现在他的眼前。胡杨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巨大的胡杨树矗立在刀郎面前，这情景是无比震撼的。他觉得胡杨像男人一样，在那艰苦的环境下，即使让身体扭曲到那样程度，也要不断的成长，这是令人敬仰的。另外，用胡杨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再合适不过了。在新疆，关于胡杨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讲述了男孩女孩青梅竹马，可最终在家人的安排下，女孩要嫁给有钱人。这个消息对2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他们相拥而泣，最后一起毅然决然地向沙漠深处走去。若干年后，在沙漠中出现了2棵胡杨，它们相依而生，树冠连在一起，永远不用分离了。喀什噶尔的《胡杨》这首歌显然还有更深的含义。这首歌的前半段描述了一厢情愿的感情是多么的痛苦。我在记忆里苦苦搜寻一点一滴感情希望，可你却告诉我，人一生一世就这一辈子，而你不愿意为我放弃。因此我愿化身喀什噶尔的胡杨，在几世的轮回中苦苦等待，将你找寻，即使历经风吹雨打，身躯被点点风化，我也无怨无悔，只求苍天不要改变你的样子，这样我就能一眼认出是你。都没想到吧？这么多朋友来新疆滑雪，把自己滑成灾民了。
最近新疆北部阿勒泰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暴雪，引发了几十处雪崩，禾木景区的大雪已经有几米深了。什么概念呢？给大家看看现场，通往禾木的道路被阻断，景区内部的游客就这样成了雪崩灾害的灾民。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了救援工作，直升机、救援机开始投放发电机、米面油等物资，同时进行了游客的转移，地面清雪和救援工作也快速的开展。景区也第一时间发布公告，滞留游客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饮。这一波我觉得值得点赞。前段时间网上说的新疆几千元的酒店，大部分就是禾木的酒店价格。这里地处阿勒泰波尔金县的喀纳斯湖畔，雪山脚下，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素有中国第一村的美誉，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价格呢是真高，但景色也是真美，冬季雪景是无敌的。河南人到底在新疆做了些什么？很多人来了新疆，发现在新疆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得见河南老板开的店，还到处能听到河南话，甚至有些新疆人也说着河南话。据统计，目前新疆有400多万河南人，几乎占据了新疆人口的1/5。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来到新疆的？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左宗棠抬棺收复新疆，西征军里14个营，大约6000名士兵是河南人，他们来自松武军。新疆伊犁光复后，左大人上书光绪，请求新疆设省，于是清廷一道指令，西征军全部留在了新疆，成为了边防军。当然，其中也包括了那14个营的河南汉子。直到现在，你还能在乌鲁木齐北站附近找到一个叫河南庄子的地方，他们成了最早的新疆建设者。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内地的支边青年奔赴新疆，成为了开发天山南北的主力大军，而河南青年是主力部队的核心力量。1951年开始，数批次河南人陆续来到新疆。1955年，郑州洛阳前民学子组成的学生大队来到了天山南北。1956年，河南信阳、南阳、商丘、开封、许昌5个专区52000名青壮年劳动力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其中包括1万女性。后来，为了让支边青年更好地扎根兵团，15000名家属也随同到了新疆。他们被称为援疆建设的第一代，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慢慢成为了新疆人。河南乡音流行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挥着河南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新疆的发展贡献着力量。他们的付出，新疆人民自然也会牢记于心，山河相望，育心情长。21年，河南发生水灾，河南对口援助的新疆哈密第一时间筹备物资，载着200吨哈密瓜和100万个馕的大货车，星夜兼程奔赴河南。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便是爱与被爱的双向奔赴。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恬静的小村庄，盖个院子，种点花，种点菜，养几只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新疆有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城市里的人来到了这里，发现了这里的宁静与美丽，然后他们包下院子，改造成了一座座漂亮的民宿。随着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更多人的桃源世界。大家给这个村子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荒荒村，荒荒悠悠生活的村，听着就安逸。这里位于霍城县，每年6月下旬到7、8月份，这里是最美的时间段，薰衣草会开遍每个角落，整个荒荒村沉浸在一片紫色的海洋中，非常浪漫。而且这个时间段这里还会举办为期1个月的音乐节，今年是定在6月18日到7月18日。不光有音乐节，这里还有星空电影篝火晚会，一场星空电影定格一个美好的回忆，一场篝火狂欢在夏日的晚风里展开。如果有一天你累了，就来荒荒村吧，平淡宁静且治愈，抛开城市纷扰，远离都市喧嚣，闻闻清晨的花香，听听鸟叫，呼吸新鲜的空气，简单又美好。刀郎有一首歌叫《喀什噶尔的胡杨》，发布在2004年的同名专辑中，这是刀郎的第2个正式专辑，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刀郎凭借该专辑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点个赞，关注我，给你详细讲讲喀什噶尔的胡杨。喀什噶尔就是新疆的喀什，刀郎老师借胡杨描写了对爱情的至死不渝。什么是山
1000年的成长，人世间中流浪。就算我是卡什格尔的胡杨，我也会仔仔细细找寻你这个世界，在生命轮回中找到你。见过胡杨的人，也许对这首歌有更深的理解。胡杨生长在风沙肆虐的荒漠之中，其生而1000年不死，死而1000年不倒，倒而1000年不朽。从生之朽能经历3000年，3000年岁月早已是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世间还有什么能胜过胡杨般的爱情吗？我国90%的胡杨林在新疆，全世界最大的胡杨林就是新疆塔里木胡杨林。除此外，新疆还有木雷胡杨林、115胡杨林等等。马上就要到观赏胡杨的最佳季节了，10月胡杨陆续开始变黄，10月中下旬便是胡杨最美的时间。来看这个视频，一个彪形大汉正把一个小朋友捆绑在一个窄床上，小朋友不光没有怕意，还笑呢。原来这是爸爸妈妈正哄一个小朋友睡觉。这一评论区那是一片声讨，到底是什么人才用这样的方式哄小孩呢？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拿出这个给大家看了。看，猜猜这是什么？中间还有一个洞。来，再看看这一对，猜猜这又是什么？注意啦，来新疆的朋友千万别把这个当成烟袋锅买回去。我要说这个和上面那个带动的小床是一套，配合使用的。仔细想想，是不是就能猜个大概啦？这个床就是维吾尔传统的婴儿床，这两个小配件，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大家知道了吧？来，请看正确的操作方法。小床下面是有圆弧的，可以摇摆，小洞下面可以放一个小桶，通过小工具就可以起到引流入桶的作用了，这样就不需要尿不湿了。宝宝也能睡得更踏实。为了小宝宝睡得更舒服，要在上面铺一个带动的褥子，然后把小宝宝放床上，再绑上比较宽的绑带，哄小宝宝睡觉。这个是小宝宝40天的时候才会使用，还会举行摇篮礼。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绑着咬大的。目前来看，身心健康，现在也还有人在使用。有人认为这样宝宝会很难受，而且有些心理学者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在潜意识里压制自己的个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包裹紧实，睡觉不容易受到惊吓，还能解放妈妈。曾仕强教授曾说过，中国的小孩一出生就把他包得紧紧的，西方的小孩一出生就给他穿得宽松宽松。哪个对？中国人对。我们一来就把他包起来，包起来，还用绳子扎起来。小孩要动啊，要动他就要出力啊，他从小就要奋斗啊，然后他斗志就很强。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但注意了，不管什么观点，要尊重每个人的习俗，可别太激动哦。如果给你1万块钱，您是买和田玉还是翡翠呢？可不能什么都不买哟。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和田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世界上所有的石头只分为3大类：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早在46亿年前，地球就是一个滚滚岩浆覆盖的球体。随着数亿年的演变，岩浆逐步冷却成地壳，岩浆变为岩石，这就是岩浆岩。岩浆岩碎而成沙成土，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分化，逐步形成了沉积岩，就像这样一层一层的。而和田玉是第3种变质岩。变质岩是由岩浆岩或沉积岩在火山喷发等高压高温的环境下，化学成分以及结构发生变化而形成的。早在7至8亿年前，新疆南部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海底存在一种沉积岩层叫白云石大理岩，这就是和田玉最初的原型。在数亿年前，这片大海的下面涌现出了大量岩浆，这些岩浆悄然地渗透到了白岩石大理岩中，温度到达了一定条件下，岩石的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和田玉就此诞生。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此时的和田玉还深埋地下，人们是无法发现的。距今约1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爆发，随着地壳的不断抬升，和田玉终于有了和人类相遇的机会。这个形成的过程条件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也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在数十亿年的变化中，地球上形成了多种变质岩，但是这么多种类的变质岩，其成分、结构、
印度样貌都是不同的。玉石是自古以来都备受人们青睐的，在全国有20几个产玉地。昆仑山所产的和田玉，无论是从玉质硬度、洁白度、细腻性、油脂光泽度，都是最优秀的。您喜欢和田玉吗？做个选择题，如果让你在沙漠里面跑4600公里，越野车、摩托车、卡车，你会选哪个呢？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中国环塔拉力赛开始了，这是中国唯一的全国级汽车、摩托车同场竞技的长距离越野拉力赛。先看看往年的赛道多么有挑战性，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现在是环塔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看这些车帅不帅？这八缸车队可是我家的车队。这个人你们熟不熟？这是来自北京的陈震。陈震，你的成绩是体验还好吗？比赛的时候别忘了发朋友圈，大家都支持你啊！加油！你的。这比赛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这里还有很多女车手，让我们为她们点赞，这是热爱与勇气的结合。我觉得每一位赛场上的车手都是成功者。环塔今年的起点是在喀什，终点在阿克苏，全长4600公里，分为10个赛段，每个赛段里程和地形环境都不一样，每个赛段单独记成绩排名，最终相加汇总成总成绩。懂的朋友，你们猜猜今年谁会是冠军呢？喀什会成为第2个深圳吗？目前全国最具有潜力的城市是哪里？喀什肯定是名列前茅。在大家的概念里，提到有发展的城市，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北上广深；有潜力的城市，大家会想到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城市的港口对外贸易频繁，城市发展也会更快。特别是深圳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更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的发展进行试错、试验、示范。现在全球贸易的80%到90%是通过海运完成的，通过沿海城市走太平洋通向美洲，或者走南海向西通往中东、欧洲、非洲。可纵观几千年的历史，世界上最繁华的贸易通道当属丝绸之路。现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是重新打通了这条陆路的交通要道，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这条丝绸之路都不断的在改变世界的贸易格局。而喀什正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自古以来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盘点几组数据。第一，喀什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1年的37亿增长到了23年的496亿。全国综合保税区排名，喀什从21年的110名晋升到23年的30名。喀什正以飞一样的速度向前奔跑，您说喀什会超过深圳吗？她被称为昆仑女神，独自在昆仑山脚下守望20多年，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沧桑老妇。她到底在等什么？1990年，杨丽与爱人李军结婚，丈夫为乡音号召报名加入了支援边疆的队伍。她跟随队伍在昆仑山无人区修筑公路，遭遇到了坍塌，所有人被淹没在黄沙之下。杨丽思念丈夫，伤心过度，精神开始恍惚，常常自言自语。她不相信丈夫死了，丈夫说过会回来陪她。直到2001年，家中最后一位老人去世，她便背起了行李，来到了昆仑山脚下，来到了丈夫消失的地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她在昆仑山脚下找到了以前工人避风的小房子，从此便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等待丈夫归来。这一等就是20多年。高原艰苦的环境改变了她的容貌，却没能改变她的艰辛。她会对每一个路过的车辆微笑招手，希望大家路上平安，因此大家都称她为昆仑女神。除了新疆，还有哪里的城市能告诉你马路为什么叫马路？看大马走上大马路，多么的合理。其他城市的土豪开个200多万的大 G 就可以炸街了，在新疆不骑个几百万的汗血宝马，你也没有牌面啊。这美女配骏马，帅不帅？我想说，就是我最近档期也挺富裕的，也没什么事儿，骑个马啥的我也会。这汗血马可不一定比悍马便宜，一匹好的汗血马上千万也是很正常的。汗
汗血马为什么那么贵？主要因为汗血马品种优质，长得高大帅气，脸小上镜，还肌肉发达，而且爆发力强，耐力也强，日行1000，夜行800，自古以来都是备受帝王将相的宠爱。汉武帝为了它发动了2次战争，在古代这是妥妥的高境界利器。现在纯种的汗血马太稀少了，全球也就3000多匹，养一匹汗血马需要精心的照顾，优质的草料，独立的司马空间，还有专人洗澡、护理、修蹄子，全年下来费用也需要几十万。所以这汗血马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了的。但是养不了，咱们还不能骑着玩一玩吗？来新疆的朋友找我，我带您去看看全球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里面有700多匹汗血马，还有最高最重的马，最小最可爱的马，小朋友也可以骑哦。请开始你们的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一上来甭管多好，我先选一个中间位置。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自信的。小谷是径直走向了1号啊。毕竟我是飞了3000多公里，然后来到这边，能有一个直接能选1号的机会，那我必须要把握。我认为1号被批的老惨了的。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强项，那我也有我的强项。我要挑战1号。我就是来拿冠军的，我要挑战1号。等于现在2个挑战1号位的。有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哇！谢谢你们。多难选呢，这个太难了吧。那么接下来喜欢谁就为谁举手。恭喜小谷手累成功。那么接下来呢，请开始你们的座位选择。1号。好的。夏季重重卡波，胸襟那丫头，他日就满着，老痛可能累哟，他日就满着，我老痛可能累哟，搞进去。因为湖南乡亲们的热烈呼唤下，我又一次上台了。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乡亲们说，因为湖南是援疆吐鲁番的。援疆是支援，对，支援新疆，是吗？你有好多都没听说过，你连援疆都不知道，你以为是啤酒呢？我给你们教一个简单的新疆舞，怎么样？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我的手鼓总轻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个新疆小谷，他穿着他的民族服装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已经赏心悦目了。小谷在这一轮特别出圈，他就是实实在在有干货。开朗，善于互动。恭喜小谷手累成功，谢谢大家。最耀眼的36朵花儿已经集结完毕。喝酒后骑马算不算酒驾？前段时间，新疆伊犁2男子策马奔腾，在一个路口直接撞到车上，人仰马翻，非常危险。有没有懂的人说一下，这事故该如何判责？有人就问了，喝酒后骑马算不算酒驾呢？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喝酒骑马不属于酒驾。酒驾是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如果骑马引起了围观或造成交通混乱、扰乱秩序，也会受到警
告或者是处罚。如果马受到惊吓，因此产生了人身财产损失，骑马人也需要承担责任。马上新年要来了，应酬难免增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饮酒不要开车。那么问题来了，酒后可以骑自行车吗？嗨呀，西马达，五一马上到了，再啰嗦一下，来新疆旅游必须要注意的10件事。如果你也想来新疆，一定要收藏好，肯定用得上。第一，带一些现金，这个还是有必要的。新疆有一些景区比较偏，会没有信号。第二，身份证一定要随身带好，景区、加油站、安检都用得上。新疆的安检相对会比较多。第三，带一些厚的衣服，不要光看天气预报，天气特别多变，很多行程你可以看得到一年四季的风景，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第四，现在还没订酒店的，赶紧提前订酒店，最好是提前15天左右订酒店，选择性多，性价比高。第五，带好登山鞋或者靴子，方便走一些崎岖不平的路段。第六，太阳镜、防晒措施要做好，最好是包裹性比较严实的那种，新疆的紫外线很强。第七，新疆很多自然美景，建议多带一些浅色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更美。第八，充电宝是一定要的，景区之间的距离远，景区也很大，都用得上。第九，在新疆你是拒绝不了美食的，放开了吃，但要多喝水，不要上火。第十，新疆很大，一个人不要乱走，如果去了无人区，一定要多几个伙伴同行。再送一个，新疆跟北京时间有2个小时的时差，这个不会有人还不知道吧？在新疆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熬夜了，希望你在新疆玩得愉快。在中国，他们居然比我的鼻梁还要高，我就不信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古老又神秘的民族，他们被称为冰山上的英雄，帕米尔高原的雄鹰，那就是塔吉克族，中国唯一一个白种人民族。塔吉克族人民具有欧洲面孔、深蓝色的大眼睛，比我稍微高一点的鼻梁。塔吉克本意是王冠的意思，因此他们戴的帽子也酷似一个王冠。在中国，人口约5万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自治县。如果你觉得这里遥远又陌生，那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冰山上的来客给我们讲述了美丽的爱情，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伟大塔吉克族人民世世代代在帕米尔高原驻守着祖国的边疆，他们是当之不愧的冰山上的英雄。塔吉克族崇尚雄鹰，人人都会跳鹰舞，手臂一上一下，像鹰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帕米尔高原的雄鹰。塔吉克族人民热情好客，男士与男士见面都会亲对方的手表示欢迎，男士跟女士见面，女士也会亲男士的手，女士与女士见面则会嘴对嘴的亲吻。如果你来这里旅游，点头致意就好，这些礼节对外族是不适用的。塔吉克族和我们维吾尔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最早曾经信奉过仙教。注意这个字念仙，不念熬，不是熬教，是仙教。太搞笑了，我一个维族人居然在给大家普及汉字，你们应该都认识吧？仙教其实就是金庸笔下倚天屠龙记的明教，6大门派围攻的光明顶就在塔县。仙教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又称为拜火教，后面有机会给大家详细的讲。